来人，把他这双只会糟蹋东西的手捆起来，用最粗的麻绳捆紧。从今往后，没有我的手，这宅子里的一针一线、一指一墨，他都别想碰一下。放肆！你们敢动我！表哥，救我呀！这个毒妇要杀我！表哥，表哥救我！他们捆得我好疼。表嫂，你看我折的好不好看？过几日表哥生辰，我要把这些全放进便盒，保佑他官运亨通，一辈子顺顺利利。这是我的好海图。哎呀，我当是什么宝贝呢？不就是一张破地图吗？破地图？表哥，我就是拿表嫂一张旧纸折了些传给你祈福，可表嫂好像生气了。沈金刺，你疯了不成？沈金刺，你疯了不成？青青年纪小不懂事，不过用了张废纸，你至于摆这张臭脸吓唬他吗？他辛辛苦苦折这些都是为了我，你就不能大度一点？探花郎，看来你还没弄清楚状况。上面标注的是大燕尚未开辟的汉阳商道，一旦通航，每年能为我沈家带来不下500万两的纯利。他那108只破纸船，毁了我沈家更上一层楼的希望。你一句心灵手巧，就想抹平这每年500万两的账？陆修远，你的脸是不是太大了些？狼口铜灶，人命在你眼里，难道就比不过那些安葬的黄白之物？青青不懂你们商贾的这些算计，他心性纯良，毁了海图也是无心之事，你何至于如此折辱于他？好疼！你草菅人命，心性恶毒至极！我要休了你这个毒妇！我要休了你这个毒妇！休我？陆修远，你软饭吃久了，真当自己是个能翻云覆雨的人物了？念。是，3年前陆修远中了举人，为在陆明宴上出风头，同沈氏田庄支银5万两。去年陆老夫人要做寿，点名要城南别院，沈家出资8万两买下。今年陆探花高中，穿的是特拱云雾绡，喝的是1斤1两的明前茶，连送给作诗的端砚都是我沈家出的钱。够了！你已经嫁入我陆家，你的钱便是陆家的钱。妻子伺候夫君，孝敬公婆，本就是天经地义。我愿意给你花钱，是为了买你这身官皮，给沈家的商队行方便。但我千不该万不该，纵容一个外人动我沈家安身立命的根基。事到如今，这场交易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来人，清账。你们做什么？你们敢动我的东西？住手！那些字画是我送给你充人面的，端砚是我沈家库房里的藏品。既然不合作了，我自然要收回我的东西。别急，这才刚开始。沈金子，你这个黑了心肝的少妇女，你敢这么折辱婆婆，不怕天打雷劈吗？吃我的喝我的，还想踩在我头上立规矩，天打雷劈也该先劈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通知下去，这宅子里所有属于沈家的东西全部带走，账房的人给我清点仔细，少一个字拿他们试问。沈金子，你做的这么绝，真不怕我日后为官让你沈家万劫不复吗？你以为我沈家的钱是那么好拿的？你这些日子为了谋个好官，在吏部打点的每一笔银子，还有送给作诗同窗的那些东西，只要我把这些账册交到大理寺，你陆修远明日就会从春风得意的探花郎变成阶下囚，你们陆家上下都要发配边疆，流放3000。金子，你何至于此啊？青青她只是个不懂事的弱女子，你废了她的手已经出了气了，为什么非要逼死我们全家？你也配跟我谈夫妻情分？拿着我钱养着你的心头好，还要在我的面前装出一副清高无尘的死样。天底下的好事，凭什么都让你陆修远占尽了？这座宅子也是我沈金赐的，被你们住过，我嫌脏，明日就派人卖了。现在带着你的老娘和那个残废表妹给我滚！沈金色，你个毒妇，你不得好死！这不是陆探花吗？平日里出手阔绰，怎么今日被赶出来了？听说是纵容表妹回城当家看宝贝，被扫地出门了。吃软饭还敢养外侄，活该！王兄，王兄，借我些银两，王兄行个方便，或是收留我们1晚，来日我必定凑齐银钱悉数归还。实在抱歉，沈当家已经放了话，整个汴京谁敢借你1分钱，或是收留你陆家一人，便是与大燕戚2家商议为敌。这浑水我趟不起。他今日跌落尘埃，
皆是贪心妄为，自取其咎，半点怨不得旁人。主子，陆家那边已经清干净了，下一步怎么走？包谷，你跟了我多少年了？回主子，从您12岁接沈家商行那年起，整整8年。8年了。8年前我接手沈家时，满朝老臣都说一个丫头片子撑不起偌大的家业，我花了3年才把那些蛀虫一个个拔干净，又花了5年把沈家的生意从江南做到塞北，从沿海铺到西域。主子这些年受的苦比任何人都多。苦倒不苦，我只是烦那些自以为读了几本书就能骑在我头上的人。陆修远是，他背后的人也是。主子是说户部赵侍郎？不错。陆修远被赶出去不到2个时辰，他就去求了赵侍郎，这说明他们早有勾连。陆修远不过是赵侍郎派过来的一条狗，用来试探我的底线。觊觎我沈家的汉阳商路，他卡着我出海的批文足足半年，就是在等我低头。那主子打算？他想玩官场的把戏，我陪他。把这封信送到城南暗庄，走第3条暗线，务必在天亮前送到泉州商队周管事手里。等等，这是汉阳船队的信物，你顺道去码头一趟，告诉老周，让他把停在泉州港的那批贡品连夜转运到汴京城南的库房里。主子，那批贡品不是要等出海批文下来？批文不会下来。赵侍郎既然敢接陆修远这个烫手山芋，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和我撕破脸的教底，我得给他准备一大礼。陆修远，你只看到我书房里那张被毁掉的航海图，却不知道那间书房里的每一件摆设都是我布下的棋局，而你从踏进沈家大门那天起，就不过是棋盘上一颗随时可以弃掉的棋子。主子，属下在城南暗庄处碰到了二皇子府上的人，他们在暗中打探沈家船队的动向。二皇子不奇怪，赵侍郎是二皇子的人，他们打的算盘无非是先用官身压我，再以皇权夺我的商路。那我们不急，我已经在棋盘上布好了局，接下来就看他们怎么跳。沈金色，你以为有钱就能在汴京城只手遮天吗？这位是户部巡查司的林大人，我们接到举报，你沈家库房内藏有违禁之物，私通外敌。来人，给我仔细的搜！今日我便要查封你这库房，将这毒妇打入死牢。商贾终究是商贾，在皇权面前，你们不过是任人宰割的蝼蚁。查封我的库房，将我打入死牢。陆修远，我这库房可不是一个区区户部巡查司能动。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林大人不必跟他废话，拿下！出了事本官担着。住手！您怎么来了？沈当家，咱家奉旨前来验看贡品，没惊扰到您吧？有劳公公挂心，只是有些不长眼的东西扰了清静。是谁敢查封圣上的御用贡品？咱家伺候圣上30年，还是头一遭见着胆子这么大的。探花郎林大人，你们户部好大的官威啊，连圣上的东西都敢贴封子，你们是不是还想把这些御用之物拉回家去私自享用啊？公公明鉴，下官是被这陆修远蒙蔽了，是他说沈家私藏违禁之物，下官绝不知这是存放御用之物的仓库啊！你这个丧门星，你这是要拉着老子一起死！公公，这是误会，沈金此只是个商户，这库房里的不过是他用来赚钱的私物，怎会是圣上的东西？放肆！国库连年空虚，沈当家心系家国，出资2000万两白银打通汉阳商道，这一库房的珍稀香料都是沈当家从汉阳带回来进献给圣上的，还有那份海图，也是沈当家要献给圣上的无价之宝。你这个好表妹，竟然将海图做成了108只纸船，还要扔进汴河里！陆探花，你可真是好本事啊！纵容表妹毁了汉阳商道，如今又亲自带人来查抄圣上的贡品库房，怎么？你是想谋反吗？沈金色，你早就挖好了坑等我往下跳！你故意不说那图是要献给圣上的，你故意要我来查封库房！陆修远，坑是你自己挖的，也是你自己跳的。你好狠毒的心！我若什么都告诉你，还怎么看清你和你那表妹到底有多蠢，又有多贪？我给过你机会，你自己放不下那点可怜的自尊，非要借着赵侍郎的事来踩死我。既然你自寻死路，我便大发慈悲送你一程。李公公，人证物证俱在，这几个乱臣贼子便交给金吾卫发落了。沈当家放心，圣上听闻航海图被毁，雷霆震怒，这几人一个都跑不掉。来人，全部拿下，打入大理寺死牢，严审户部赵侍郎结党营私之罪。主子，李公公这一手配合的天衣无缝，看来圣上对赵侍郎一党早就不满了。当然不满，赵侍郎仗着二皇子的事，在户部安插了不少自己的人，连国库的银子都敢动。圣上是缺一个由头来收拾他。我递上去的那份军粮案的证据，就是给圣上递的吧。那这个陆修远，他不过是个引子。赵侍郎是二皇子的钱袋子，拔掉赵侍郎就是断了二皇子一条财路。圣上对诸皇子之间的争斗向来是冷眼旁观，借力打力的。他需要一把刀，我沈金丝恰好就是那把最趁手的刀。不过这还不够。赵侍郎倒了，二皇子不会善罢甘休，
户部那帮老狐狸也不会轻易就范，接下来的路只会更难。阿古，去帮我办一件事。主子请说。你派人去大理寺送一份笔墨进去，告诉他，只要他愿意写下赵侍郎这些钱的账目，包括每一笔银子的去向，我就留他一条命。主子真打算饶了他？他写不写对我都没有损失，写了那是给大理寺多一份铁证，不写他就是赵侍郎的存档，罪加一等。至于他的命，我从来不在意他的。你是来看我笑话的？我是来通知你一声，赵侍郎倒了。他小舅子倒卖军粮的铁证被我递了上去，圣上顺水推舟，将他全家下了大狱。你指望的靠山，现在就关在你的隔壁。沈金丝，一个满身铜臭的女人！我寒窗苦读10年才批来的探花功名，就因为弄坏了你一张图，你就让我死？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寒窗苦读10年，陆修远，你是不是真的以为你是靠真才实学考上的探花？你什么意思？你确实有才，可也就那么一点了。你的文章辞草华丽，却空洞无物。3个月前的会试，原本得个2奖都够呛，能一步登天成了探花，不过是因为那时下汉阳的船队已经到港，圣上为了拉拢沈家，为了让我这个大燕首富高看你一眼，才给了我一个体面。你就是那个体面。不可能！你骗我！我是凭自己本事考上的！你胡说！你胡说八道！你其实心里很清楚，只是你不敢承认。你一边花着我的钱，一边又嫌弃我的出身。你抬举那个只会做事的叶青青，不过是为了满足你自己可悲的虚荣心。叶青青，沈金丝，沈金丝！主子，大理寺卿的人传了话，说陆修远此前一直在道里嚷嚷着要见二皇子。见不到了，二皇子正在还和他撇清关系。陆修远现在就是一颗弃子，没有人会来捞他。那主子接下来的打算？去菜市口看看热闹吧。3天后，赵侍郎一党与陆修远便要秋后问。属下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对劲。说，主子，圣上对赵侍郎出手太干脆了，不像是临时起意，倒像是蓄谋已久。阿古，你长进了，不错，他再不是临时起意。我给他的那份军粮案的证据，恰好就是他等的那个机会。皇帝想清理门户，但二皇子毕竟是他的亲儿子，他不好亲自动手，做得太难看，有损皇家颜面，所以他需要一个替罪羊。那圣上会不会过河拆桥？他当然想，一个既能帮他清理门户，又能在事后被他随手丢弃的工具，谁不想要呢？主子，我们现在岂不是很危险？危险，但也是机会。我现在正在一步步走进他设定的角色里，但这盘棋，谁是棋子，谁是棋手，还未可知。可圣上是君，我们是臣，他若真要翻脸，一定会。帝王心术向来是用完即弃。我们现在最该做的，不是得意于扳倒了赵侍郎，而是趁圣上还没来得及翻脸之前，拿到我真正想要的东西。主子指的是出海批文？不止，出海批文只是第一步。我真正想要的是在汉阳建立一条完全属于沈家的贸易网络，不依赖朝廷，不受制于任何官员，从货源到运输到销售，全部握在我自己手里。可是圣上不会允许的。沈家在大燕的生意做得再大，终究是建在沙滩上的楼阁，所以他不会知道。至少在他知道之前，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主子，无论您做什么决定，属下都誓死追随。我信你。主子有什么吩咐，尽管说。立刻去办3件事。第一，暗中通知泉州分号，把之前拓印的航海图副本通过最隐秘的渠道，即刻送往汉阳的几个据点，让当地的人立刻开始勘探新商道，绘制更详细的图纸。第二，从沈家各分号敲掉一批最可靠的掌柜和伙计，还有身手最好的护卫，以开拓北方商路为名，组建一支独立于朝廷视线之外的商队，让他们分批南下，在泉州港集结待命。这些人是我们沈家未来的根基，每一个都至关重要，绝不能出任何差错。属下明白，定会亲自挑选。第三，拿着这个去城南的铁匠铺，找一个叫周铁匠的人，把玉佩交给他，他知道该怎么做。周铁匠，主子，这不要多问，他是我父亲生前布下的暗棋，专门为沈家打造最坚固的海船和最精良的武器。你去了便知。属下立刻去办。皇帝，二皇子，你们都以为我是砧板上的鱼肉，却不知我早已备好了脱身的船。终究是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主子，都结束了。陆修远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跳梁小丑，借着他的事儿拔掉赵侍郎，才是我真正的目的。户部那帮老东西卡着我沈家出海的批文足半年，就是为了逼我低头给他们送钱。现在屠刀就悬在他们头上，看他们还敢不敢伸手。赵侍郎一死，户部尚书那个老狐狸也该坐不住了吧？主子，赵侍郎背后是二皇子，如今赵侍郎被连根拔起，二皇子在户部的势力大损，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当然不会，不过他现在自身难保，皇帝敲山震虎，敲的就是他。短期内
他不敢再有大动作，反倒是户部尚书钱大人。主子料事如神，暗线传来消息，户部尚书钱大人昨夜刚密会了二皇子。今日早朝，二皇子便向圣上进言，说沈家富可敌国，汉阳商道干系国之命脉，不可由一介商贾女子独掌，理应收归户部统管。收归户部，说的冠冕堂皇，不过是想明抢我沈家5代人打拼下来的基业罢了。主子，要不要属下？不，对付他们用刀是下策，他们想在朝堂上动手，那我就在朝堂上奉陪到底。主子，二皇子在朝堂上发难，又有户部尚书在旁侧拥，圣上恐怕会动摇。动摇？皇帝比谁都贪，他巴不得将天下财富都收归己有。二皇子的提议正中他下怀。那我们该怎么办？坐以待毙吧。坐以待毙，那不是我沈金色的作风。他们以为除掉一个赵侍郎就能吓住我，在朝堂上动动嘴皮子就能夺走我沈家的命脉，以为我沈家会怕了他们，乖乖把汉阳商道拱手相让。太天真了。走，回府。主子，他们不是想把事情闹到圣上面前吗？那我就随了他们的愿，备下一份厚礼，明日我亲自进宫面圣。是。你想说什么？主子今日面圣，为何不穿戴的隆重一些？沈家好歹是大燕首富，穿成这样，怕是会被人轻视。面圣不是炫富，今日进宫，我不是去炫耀沈家的财力，而是去和皇帝谈判。穿得太富贵，只会让他觉得我在示威，加重他的猜忌；穿得太寒酸，又显得我心虚怯懦，失了气势。这一身刚刚好，得体而不张扬，沉稳而不卑微，这是谈判的姿态。属下受教了。沈当家，圣上在御书房等着您呢。有劳公公提点，这是一小盒汉阳新得的极品沉香，气味清雅，最是安神，公公收着玩。沈当家太客气了，咱家也帮不了什么大忙。不过今日圣上心情不太好，早朝是为了汉阳商道的事龙颜大怒了好几次，沈当家可得小心说话。多谢公公，皇帝心情不好，说明二皇子和户部尚书的进言让他感到了棘手，这正是我谈判的切入点。沈当家，听闻你昨日去菜市口观斩了，那陆修远好歹与你做过3年夫妻，你倒是狠得下心。回圣上，民妇只认大燕的王法，不认什么夫妻情分，乱臣贼子死有余辜。民妇去观斩，是感念圣上雷霆手段，肃经朝堂毒瘤，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你倒是个明白人。汉阳商道一事，你沈家出资2000万两，确实解了国库的燃眉之急，真是个赏罚分明的人。说吧，你想要什么赏赐？为圣上分忧是沈家的本分，民妇不敢讨赏，只求圣上能赐下户部压了半年的出海批文，让沈家的商队能早日开拔，为圣上带回更多的汉阳珍宝，充盈内库。出海之事牵涉甚广，户部也是为了大局考量。沈当家，你沈家的生意已经做得够大了，木陷于林，风必摧之啊！
二皇子昨日向朕请旨，说他对你倾慕已久。你虽是个商贾，还是合离之身，身份上是委屈了些，但朕念在你沈家有功，破例赐你给二皇子做个侧妃。把我变成二皇子后院里一个任人拿捏的侧妃，剥夺我沈家家主的权利，将沈家几代人的心血彻底洗绝一空。这是要借着赐婚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吞并我沈家全部家产。以后汉阳商道和沈家的生意便交给二皇子协同户部打理，你也算是得了个依靠，不必再抛头露面，受那风吹雨打之苦。朕如此安排，你可还满意？民妇谢圣上厚爱，但这桩婚事，民妇不能从命。放肆！沈金色，你敢抗旨？圣上息怒啊！圣上息怒！息怒！给你脸不要脸的东西！朕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天威！民妇抗旨，并非不敬圣上，而是为了保全大燕的江山社稷，为了保全圣上的天下。哈哈哈哈哈！好大的口气！这个满身铜臭的商贾也敢在朕面前妄谈江山社稷！朕杀了你，查抄了沈家，这天下依旧是朕的天下！朕看谁敢说半个不字！圣上若杀了民妇，查抄了沈家，不出3日，大燕西北的30万边防军就会断粮，江南3省的12处河堤工程就会全线停工，100万灾民将流离失所，酿成滔天大祸。为了筹措开辟汉阳商道的2000万两资金，沈氏钱庄在全国发行了3000万两的商票。西北大军过冬的粮草和棉衣，是沈家钱庄先垫付给九边军镇的银两。江南水欢的修堤款，是户部拿着欠条从沈家钱庄强行接借的800万两白银。民妇是沈家家主，民妇的私印便是沈氏钱庄的信誉。民妇若死在这里，全国72家分店将同时闭门罢市。到那时，那些手里拿着沈家商票的几十万商贾和百姓，兑换不到现银，立刻就会引发挤兑狂潮。到那时，不用敌国来攻，大燕的经济脉络就会瞬间瘫痪，军心动摇，民怨沸腾，天下大乱，尽在顷刻之间。一派胡言！朕坐拥万里江山，100万雄兵，岂会被你一个商贾拿捏？圣上这银子都记在民妇的私印之下，民妇一死，印尽作废，全国72家分号同时闭门罢市。你以为朕不敢杀你？圣上当然敢，只是杀了之后呢？那些手持沈家商票的几十万商贾和百姓兑换不到现银，立刻就会引发挤兑狂潮。圣上不妨想想，到那时九边军镇还会不会听朝廷号令？早就做好了准备。民妇不敢，只是沈家5代人做生意，讲的就是一个信字。信誉一旦崩塌，比一座城池陷落更难收拾。沈家的钱早已渗透到大燕的每一条血管里，他若死了，这些血管就会同时爆裂于朕。就为一个生女拿住了7寸。金色，你敢威胁朕？民妇不敢威胁圣上，民妇只是在陈述事实。只要圣上赐下出海批文，让汉阳商道顺利开通，民妇保证每年上交内库的红利再加2成。沈家不仅是圣上的钱袋子，更是圣上稳定国库、压制户部的利刃。是要杀了我，引爆整个大燕的内乱，让二皇子和户部尚书趁机做大，还是留下我，让沈家继续为圣上源源不断的创造财富？圣上是天下之主，这笔账比民妇算得更清楚。沈金色，你果然是个可怕的女人。陆修远死在你手里，你赢了。朕可以不收缴你的商行，也可以不赐婚。出海批账，朕马上就可以给你。但是，朕要你交出一样东西，朕要你沈家钱庄的密账。朝中百官6部9卿，甚至是皇子后妃，
在你沈家钱庄的真实往来账目。沈氏钱庄能做到大燕第一，靠的不仅仅是商业手段，更是因为掌握了无数权贵的把柄。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员贪污受贿得来的银钱，全存在沈家钱庄。这些账目是我沈金色保命的最后底牌。怎么，沈当家舍不得？这天下都是朕的，百官的命脉自然也该由朕来拿捏。一个商女握着这些东西，是想造反吗？民妇不敢。圣上，非是民妇舍不得，只是这密账干系重大，牵扯了太多朝臣的私隐，一旦交出，满朝文武必定会认为是我沈家出卖了他们，届时群情激愤，沈家将成为众矢之的，寸步难行。民妇交出密账，便是将沈家置于死地。民妇可以死，但沈氏钱庄若被百官联手抵制，轰然倒塌，国库的那些窟窿又该由谁来填？你倒是个会讲条件的。朕既然要你的账，自然会保你沈家安宁。只要你乖乖听话，朕就是你最大的靠山。至于户部尚书和二皇子那边，朕自会去敲打。沈金色，不要跟朕耍心眼儿，这天下只有朕能给你活路。交出密账，你便是朕在朝堂外最锋利的一把刀。若是不交，陆修远就是下一个你。硬扛是死路一条，交还有一线生机。我需要时间，我需要一个机会，金蝉脱壳。民妇遵旨。圣上，密账分为天地人三册，分别藏于3处绝密之地，账目繁杂，整理虚实，请给民妇3日时间，将账册整理妥当，亲自呈交圣上。好，很好。沈金色，你是个聪明人，朕就给你3天时间，记住，别跟朕耍花样。李福，奴才在。传朕旨意，命户部即刻发放沈家出海批书，不得有误。这……退下吧。民妇告退。3日，这3日将是决定沈家生死存亡的3日。主子，圣上他……这个老狐狸要了密账。阿古，没时间了，立刻去办2件事。主子请讲。第一，立刻召集钱庄所有大掌柜，以盘账为名，连夜核对天地人3册密账的副本。我要一份绝对精准的名单。是。第2件呢？第2，传信给暗网，把皇帝索要密账的事情给我传出去，越快越好，要让整个汴京城的达官贵人今晚都睡不着觉。主子是想打草惊蛇？不错，狗皇帝想要我的底牌，我就给他，但我不能让他舒舒服服的拿走。我要让满朝文武都知道，我手里握着他们的命脉，而现在这把悬在他们头顶的刀即将落入皇帝手中。我要让他们恐慌，让他们自顾不暇，让他们为了自保不得不联起手来对付那个想要把他们赶尽杀绝的皇帝。属下明白了，这就去办。皇帝，你以为你赢了，但你不知道，你亲手点燃了埋在自己脚下的火药桶。主子，您这是伪造一份假密账。主子，这是欺君之罪，万一被发现了，被发现是死，不这么做也是死。既然都是死，为什么不赌一把，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你看，这份假账7分假，3分真。那些真正与沈家关系密切、暗中为我所用的官员，我在假账中抹去了他们的痕迹，或者将交易额度大幅减小。而那些我想要除掉的人，比如户部尚书钱大人的几个心腹，二皇子的几个幕僚，我则夸大了他们的贪墨数额，甚至给他们编造了几笔根本不存在的致命交易。再说了，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愿意相信什么。那些被编造出来的罪证，恰恰是他最想看到的。他需要一把刀来清洗朝堂，
我给他的这把刀比真的还锋。这就是沈家的密账。回圣上，正是天地人三策，朝中百官与沈氏钱庄的所有暗中往来，尽数记录在内，每一笔都有原始凭证和经手人签押。好家伙，这上面的名字6部9经一个不落呀！工部侍郎刘文正暗存白银40万两，变朕的太傅都。哼，好一个沈金色！有了这些，朕看那群老狐狸还敢不敢阳奉阴违？这可是天大的力气啊！有了这些，满朝文武的命脉就全捏在您手里了。从今往后，你沈家就是朕的钱袋子，只要你忠心不二，朕保你沈家百年富贵，无人敢动。黎父谢主隆恩。李福，把这些账册全部收入内库密室，任何人不得擅动。明日传册上有名之人逐一传召入宫，朕要亲自跟他们算账。你以为你拿到了赤衡百官的利器，却不知道你拿到的是催命的毒药。这毒药不仅会毒死你的臣子，最终也会毒死你自己。陛下亲批，沈家滞留半年的出海通商批文，今日正式核准。多谢大人奔波传旨，沈家谨尽圣恩。咱们沈家的船队终于能正式出海了。这看似繁花似锦的局面之下，怕是一张藏着恐惧与仇怨的大网，正悄悄朝沈家收紧。朝堂积弊已久，诸位卿家结党营私，私藏税吏，罪证确凿。今日起，凡涉事官员绝不姑息，拖下去。吏部侍郎兰勾结朋党，即刻罢免官职，贬为庶民。刑部尚书贪赃枉法，流放3000里。主子，今天出门又被御史大夫家的家丁堵了路，要不是兄弟们拼死护卫，后果不堪设想。那些官员不敢找皇帝喊冤，就把所有账都算在我们头上。现在满汴京的人都骂我们是朝廷的鹰犬，街上的商铺都不敢做沈家的生意了。皇帝这是明摆着把我们推出来当靶子，替他挡刀道。我知道，皇帝就是要用我来吸引百官的仇恨，他好在后面稳坐方石座，坐收渔翁之利。那我们就白白受这窝囊气。利用这出戏，谁是猎人，谁是猎物，还说不定呢。他想让我当挡箭牌，我就偏要当一把火。主子，属下不明白，我们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为何您还……你觉得一潭死水可怕，还是一片火海可怕？自然是火海。对皇帝来说，他想要利用密把朝堂这潭水搅浑，然后精准捞出他想除掉的鱼。他要的是可控的混乱，但他不知道我给他的是引火的干柴。他们越是疯狂，就证明我的计划越是成功。他们对我的仇恨越深，对皇帝的恐惧也就越深。当恐惧压倒理智，他们就会做出皇帝意想不到的事情。主子的意思是让他们狗咬狗？不错，但现在这把火还不够旺，还烧不到皇帝的龙椅。阿古，准备一下。主子有何吩咐？我要让这把火烧得再旺一些，旺到连皇帝自己都控制不住。主子打算怎么做？皇帝用密诏打压百官，百官被逼急了，必然会找靠山，而这汴京城里最有可能成为他们靠山的只有2个。二皇子和皇帝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皇帝用假账打压的那些，有一半是二皇子党羽。他现在最怕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的父皇。为了自保，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大皇子一直对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由于没有现在二皇子党羽被打压，他正好可以趁机收拢民心。我要做的就是在这条线上再添一把火。怎么添？我只需要做一件事，通过暗线把一份证据悄悄送到大皇子手上。这份证据会告诉他，二皇子因为被皇帝逼得走投无路，准备联合被打压的官员发动兵变。主子是想让他们兄弟相残？鹬蚌相生，渔翁得利。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皇帝焦头烂额，整个汴京城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就没有人会再注意到我沈家。到那时，我沈家的船队早就驶出大燕的海域，去往那片天高海阔的汉阳了。阿古，传我的令，让暗线今晚就把密信送到大皇子手上，做得干净些。所有船队即刻待命，随时准备起航。属下遵命。主子，消息已经放出去了，大皇子和二皇子都已经动了，城外的禁军也开始调动，今晚汴京城恐怕要完了。该来的总会来。最后一批人和货都走了吗？都安排好了，最后一批人今天傍晚已经出了城，现在应该已经在去的路上了。辛苦你们。沈家在汴京的所有痕迹都已经抹干净了。
我以为用密杖可以控制百官，却低估了人在绝境下的疯狂。我亲手点燃了这把火，却再也无法将其扑灭。神金色，出来受死！人呢？沈家的人都死哪儿去了？主子，我们真的要离开大燕吗？不然呢？留下来给那个愚蠢的皇帝陪葬吗？陆修远、叶青青、赵侍郎、狗皇帝，你们汲汲营营追求的一切，如今都将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你们都将成为历史的尘埃，而我沈金色将在这片更加广阔的天地里，活出属于我的万丈光芒。主子，还有多久能靠岸？按航速风向测算，3天抵达。州管市快船传信，港口仓库货垛据点全部布置完毕，众人等候船队抵达。没想到这么快。3年前我第一次派周叔带人南下的时候，那片海岸还只有几个靠打鱼为生的小渔村，连个能停大船的码头都没有。没想到才3年，就成了各国商船往来的贸易枢纽了。都是主子高瞻远瞩。不是我高瞻远瞩，是我被逼无奈。沈家在大燕的生意做得再大，终究是建在沙滩上的楼阁。皇权一道旨意，就能把一切毁于一般。我要的是一个连皇帝都无法染指的地方，一个完全属于沈家的根基。传令下去，各船收帆，稳住船身，保持队形。是。东南方向有不明船只靠近。是海盗。来得正好，正好让大家活动活动筋骨。放！主子，这些海盗不像是汉阳本地的乌合之众，装备和战术都很有章法，倒像是有人专门雇来的。不奇怪，我在大燕得罪了那么多人，他们追不到汉阳来，便花钱雇海盗来剿去。想必这样的麻烦，属下明白，会加强戒备。不过没关系，等我们在英兰港扎下根来，建立起自己的武装，这些人就再也够不着我。沈金色，你不能松懈，等待你的不是安逸的生活，而是另一场更加残酷的战争。你必须比在大燕时更强、更狠、更无情，才能在这片陌生的海域里杀出一条血路。阿古，你看那边。属下周明远恭迎家主。周叔，辛苦你了。这里就是我沈金色新的开始。周叔，说说这里的情况。回主子，但这英兰港，我们初来乍到，根基不稳。这里最大的势力是本地的土王哈桑，他手下有3000兵马，控制着港口60%以上的贸易。我们刚来的时候，他对沈家非常警惕，甚至派兵封锁过我们的仓库，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后来呢？后来属下按主子的吩咐，给他送了一份大礼，300匹丝绸，100坛好酒，外加一套精美的瓷器。他当场就改了态度，不但解除了封锁，还主动提出要和沈家做独家生意。他要什么？他想要大燕的铁器和火药，这些都是硬通货，属下不敢擅自做主，一直拖着没给答复。做得好，哈桑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沈家的船能给他带来什么，他想利用我们，我们同样也需要利用他。铁器可以给，但火药不行，火药是我们的底牌，绝不能轻易示人。告诉他，
沈家可以提供最好的铁器，价格比市场价低20%，以此作为我们合作的诚意。另外告诉他，我沈金色亲自来了，想和他当面谈一谈，谈一笔更大的生意。沈当家远道而来，本王有失远迎。早听闻沈当家是大燕最厉害的女商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哈桑过誉了，我不过是个被赶出家门的落魄商人罢了，能在汉阳找到一处容身之所，已是万幸。哈哈，沈当家太谦虚了，你带来的那支船队比本王手下的全部水师还要气派。你要是落魄，那天底下就没有富贵人了。哈桑，明人不说暗话，我这次来汉阳不是来游玩的，是来做生意。我想在英兰港建立沈家的总商后，打通从大燕到汉阳，再到遥远的西宁的全新贸易航线。沈当家的胃口不小啊，这条航线上的利润可是一块人人垂涎的大肥水，你一个人全吞了，我怕会销户不良。我不会一个人，这是我拟的合作方案。沈家提供货源、船只和销售渠道，哈桑提供港口、护卫和本地资源，所得利润55分成。沈当家，你的诚意本王看到了，55分成很有吸引力。不过本王有一个条件，请说。英兰港是块肥肉，盯着他的人可不止本王一个。南边的柔吉王，东边的战成王，都对这个港口虎视眈眈。沈家来了，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船队，就等于在这片海域里插了一面醒目的旗。他们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想方设法来分一杯羹，甚至取而代之。所以哈桑希望沈家能帮您一起守着这个港口。呵呵，沈当家果然聪明。没错，光有钱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保护钱的刀。本王需要沈家的财力和船队与本王的军队联合，共同巩固英兰港的地位，对抗外敌。作为回报，本王会给沈家最优惠的贸易条件和最安全的港口叠位。在这英兰港，你沈家的生意无人敢惹。哈哈哈哈哈！那就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掌柜的，这批丝绸我要500匹，价格好商量。王老板，您来晚了，这批货已经被波多商人订走了，下批货得等半个月。半个月？那我先付定金。周管事，这批丁香你们给的价格太低了。拉哈曼，你上个月卖给别家的价格我都清楚，这个价已经比市价高了1成。你要是不愿意，湛州那边排着队等我收货呢。成交。沈当家，我们想要300坛龙井茶，用我们的乳香来换。乳香我们已经有了，你们的宝石呢？我听说你们那边的红宝石比西兰的品相更好。这个可以谈。西罗岛，到了，赶紧把货卸了。这批香料在大燕能卖3倍的价。跑完这一趟，老子回去就能娶媳妇了。接下来的半年是我此生最忙碌也最充实的时光。在哈桑的庇护下，沈家在英兰的商后迅速扩张，生意越做越大。周叔，这批细膜玻璃器的利润比预计高出2成，看来汉阳这边对新奇玩意儿的需求比我想象中还大。有几个战刀的商人看了样品，当场就要包圆，属下做主留了一半，等下次拍卖，价格还能再翻一飞。做得好。主子，怎么了？柔吉王，他动手了。我们派往湛州的一艘商船，在回航途中遭到伏击，价值5万两白银的丝绸全被劫走了，还打伤了10几个护卫。这帮海盗，我一看就知道是柔吉王的兵乔装的。伤员情况如何？都是皮外伤，没有性命之忧。但兄弟们咽不下这口气，都在外面请命，要跟柔吉王拼了。不，主子，我们刚站稳脚跟，根基尚浅，不宜大动干戈。那主子打算怎么办？就这么算了？算了，我的字典里没有算了这2个字。阿古，你去安抚兄弟们，告诉他们，这口气我替他们出，但不是用拳头，用脑。主子，为何要忍？我们若不还以颜色，他们只会以为我们沈家好欺负，以后会更加变本加厉。柔吉王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他只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他想看看我们这头过江龙到底有多大本事。硬碰硬是下策，我要让他后院起火，自顾不暇。我查过，
柔吉王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阿卜杜勒，此人骁勇善战，战功赫赫，但因为不是柔吉王本族人，一直被他猜忌打压，手中兵权也被削减大半，心中早有怨言。主子的意思是策反他？一个不得志的英雄，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认可，是尊重，是能让他施展抱负的舞台。柔吉王给不了他的，我可以给。可此人会相信我们吗？我们毕竟是外来人，所以我们需要一份足够有诚意的礼物。属下明白了，定会办妥。居然背叛我！主子，您真是神机妙算。阿卜杜尔果然投靠哈桑，柔吉王失去了一员大将，实力大损。据说最近安分了不少，再也不敢派人骚扰我们的商船了。一个疑心重重的主君，是留不住真正的人才的。主子，您兵不血刃就化解了一场大危机，还为哈桑增添了实力，我们沈家的地位也因此更加稳固了。这只是开始，汉阳的市场比大燕大10倍，我们现在才开发了不到1成。告诉船队，下个月开始开辟第2条航线，我要让沈自齐插遍这片海洋的每一个角落。主子，大燕那边传来消息了，说大皇子和二皇子的兵变最终以2败俱伤收场，二皇子被幽禁在冷宫，大皇子被贬为庶人，他们的党羽被清洗一空。皇帝虽然保住了皇位，但元气大伤，据说已经卧病在床，朝政暂由宰相代理。意料之中，那2个蠢货以为有了我那份假账上的把柄就能翻天，殊不知他们的父皇经营朝堂几10年，又岂是那么容易扳倒？那皇帝会不会追究到沈家头上？毕竟这一切都是因我们而起。不会，他现在自顾不暇，哪有精力来追查一个已经远在汉阳的商议？再说了，他手里的那份假账是假的，他用来清洗朝堂的那些证据也经不起推敲。他现在最怕的是这件事的真相被揭穿，到那时他自己的信誉也将荡而无存。那份假密账已经成了他自己的毒药，这笔账他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主子，从3年前开始布局汉阳，到今天成功脱身，彻底了结大燕的恩怨。您这盘棋下得比任何人都远。阿古，你知道吗？这几年我常常在想，我最庆幸的是什么？是成功建立了汉阳的基业吗？不，我庆幸叶青青毁了那张航海图。主子何出此言？那件事不是我们所有危机的开头吗？是危机的开头，也是新生的开始。如果不是他毁了那张图，如果不是陆修远的愚蠢和偏胆，我可能还会继续在汴京城里忍耐下去，继续给他当钱袋子，继续和那帮虚伪的官员虚与委蛇。他们逼我做出了早就该做的决定，离开那个腐朽的牢笼，去寻找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所以阿古，你要记住，有时候毁灭旧世界，恰恰是建设新世界的开始。阿古，你说陆修远当年要是没有纵容叶青青毁了那张海图，我现在会在哪里？大概还在汴京城的陆府里，每天为了生意和那帮难缠的官员斗智斗勇吧。可能还会因为二皇子的事情头疼。所以我才说，我得感谢他们。是啊，如果不是他们，我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那座牢笼，也看不到眼前这般壮阔的景色。主子，属下跟了您10年，在汴京的时候，从来没见您真正笑过几次。就算笑，也是什么？皮笑肉不笑？差不多，这2年您笑的次数比以前10年加起来都多，是真的在笑，眼睛里都亮堂堂的。是吗？连我自己都没注意到。主子以前在汴京，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看账本，一坐就是大半天，见完这个官员又见那个，一年到头连顿安稳饭都吃不上。现在至少能坐在这儿安安静静的喝杯茶，看看海。你说的对，在汴京的时候，把自己活成了一把时刻出鞘的刀，不敢有半分松懈。在这里，
终于可以放下刀，做回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属下就喜欢看主子这样笑，比汴京那些官员的假笑好看多了。主子，何事？主子，港口传来消息，明天有一支新的西明船队要来英兰港，据说是从一个叫毕帆州的地方来的。船队规模很大，带来了透明的玻璃器皿和能自己行走的机械石表。他们点名想和沈家做大宗交易，要不要见？要不要先派人去探探他们的底细？当然要见，这是我们打通西明航线的绝佳机会，绝不能错过。通知账房备足资金和我们这边的特色货物，明天我亲自和他们谈。另外，把上次从西坛运回来的极品红宝石拿2颗出来，送给哈桑的王妃，告诉哈桑，我们愿意和他一起分享与西明人贸易的利润。主子高明，这样一来，哈桑一定全力支持我们。阿古，加强港口仓库的守卫，新来的船队底谢不明，任何可疑人员靠近仓库，立刻拿下，不必请示。是，遵令。主子，夜深了，海风凉，喝碗抻汤暖暖身子。放桌上吧。主子还在担心明天和西明人的谈判？不是，阿古，你说一个人要走多远的路才能真正找到自己？属下不懂这些大道理，但属下知道，从汴京的刀光剑影到汉阳的海风浪涛，跟着主子走的每一步都值。你觉得值？到了汉阳，属下看着您建起码头，开启商号，让兄弟们都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属下这辈子值了。主子，这是沈家船队的信物，属下不能要。这不是给你的，是给我们的。明天和西明人的谈判，你和我去，以后汉阳的船队交给你管。属下谢主子，属下一定不负主子所托。起来吧，我们之间不用说谢，早点去歇着，明天还有硬仗要打。原来最好的路，从来不是别人指给你的，是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